姓陈的，以后能带我一起不？我打赏给你铜钱哦。不用给钱。那陈平安对你来说终究是过客，如果无法参破，当心变成深不见底、天魔星窟。老大，快走！丢下我们！别打了，陈平安都不如。为什么要骗我？你当初为什么不杀我？志贵，你说的没错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忘了那个家。嗨，少侠好体力啊，难怪敢叫板正阳山那头老畜生。啊，我从小就来这边采药，习惯了。以后来我们风雷园吧，我罩你，成了剑修御剑灵峰。到时候咱们兄弟俩飞到那正阳山上，丢下一座雷池剑阵，正阳山他娘的就玩完了。正阳山没你说的那么不堪，风雷园也没你说的那么强大。我这不是怕我兄弟投错了山门，耽误终生吗？这么快就成兄弟了？那你兄弟没个几万，也有几千了吧？哼，姑娘你这性子，将来不好嫁呀。哎，兄弟，你说是吧？不用你瞎操心。那清风城许氏主动提出要归还那具宝甲赔罪，你为何不收？如果清风城早就知道刘仙阳祖上是我影音陈氏留在小镇的守墓人，他们还敢如此行事，必当付出代价。但既然他们事先不知情，而机缘本就人人可争，我影音陈氏还不至于如此霸道。那万一清风城也有算计正阳山的念头？如果不是那老袁冲在前头，被那许氏设局，估计清风城还真就拿不走宝甲。蝇营狗苟，随波逐流，岂知大事？刘灞桥，告诉陈平安，只管带路，越快越好。真笨啊！继续走，小心点儿。我没事，不用管我，肯定能跟上。休息会儿吧。继续赶路。他只是气息乱了，等等他吧。不必等了，让他先回小镇便是。那接下来有劳了。是，老子也不伺候了。只管带路，越快越好。回去路上饿了，可以填饱肚子。起来。才不受这窝囊气！回衙署大鱼大肉伺候，不比这舒服啊？知道回去的路吗？嗯。哎，你这是何苦啊？跟影音陈氏结下香火情，对你、对风雷园都不是坏事啊。其实我厚道的平安兄弟没要陈队那2袋钱，那也不是坏事。百无一用是书生啊。不全对，齐先生不也是读书人？还有齐先生的先生，可厉害了。你说齐先生到底想做什么？天晓得啊。好一个天晓得。哎，陈平安你怎么看？我个人对他没有任何意见，但如果就事论事，他的存在其实让我们整个家族都很尴尬。为啥？离珠洞天的陈氏子弟，除了那个少年，全部成了别家奴婢，唯独他，就像这饭团上的叶子，越是独善其身，就越显得我们这些陈氏子弟可笑。
这又不是我兄弟的错。当然，可世上终究有些事情很难说清楚道理的。不是道理难说清，而是你们没道理，不愿意承认自己无能罢了。有口无心啊！我呢，口拙嘴笨，拳头不够硬，剑也不够快，要不然我这肚子里啊，真是攒了一大堆道理，想要跟这个世道好好说上一说。所以你觉得陈平安不错？觉得不错？怎么可能？哎，我一看到那个少年，就自惭形秽啊！爷爷，你放心，剑经我没买。100年36000场，一切乾坤入水乡。剑经竟然成了，原来走的是破而后立的极端路子。爹，这就是以梦境为剑炉，一气呵成神仙剑。小镇少年果然都是过河族啊！哼，早知道就不该答应把你借给影音尘世20年。爹，你说谁是过河族？刘宪阳又是什么旗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就说让你多读点书，好歹以后跟人聊天还能接上话。卒字过河，能顶居呢。方向真的对吗？我可没时间陪你漫山遍野的闲逛。就是那里。果然如此，果然如此。你们下山等我吧。祖坟生楷树，这是昭示尘世会降临圣人啊！小镇陈家皆已凋敝，这机缘定当落在我影音一脉了。我影音尘世，叩谢始祖庇护。
我们来时有段路程，你为何故意绕远？啊，宁姑娘，连你都看出来了。哎，把帘子去掉。那边有一片山崖，全是你说的那种叫斩龙台的黑石头，我怕他看到，万一起歹心怎么办？守财奴。宁姑娘，你这么耿直，朋友一定不多吧？哎，小心！这个时节的山果能好吃？宁姑娘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种果子冬末结果，春天成熟。我以前上山采药填饱肚子，就靠它了。你怎么跟野猪似的，什么都吃？这果子不是俗物，正好可以给陈平安调养伤患。不好吃，还给你。哦，你采了这么多，是要留着给陈队？给他干什么？非亲非故的，当然是留给刘贤阳了。如果阮姑娘在这里，你是不是也会分给她吃？当然了。那如果你手上只有2颗野果，你是给阮秀呀，还是给我呀？宁姑娘，你咋了？脸色怎么这么吓人？别岔开话题。当然是1颗给你，1颗给阮姑娘了。我看你们吃就行。那如果只有1颗呢？给你。为啥？阮姑娘又不在这儿，可宁姑娘你在啊。陈石头一心虚栽进了竹筐里。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们来吗？只为2字：破镜。你李二是个明白人，知道7境之后，每次破镜都是生死大关。之前吩咐你的事，为什么没去做呀？那我家媳妇儿看得紧。只是这样？怕一出手，就坏了您的买卖。这么好的磨刀石，小镇里能碰上几个？听我的，去会会他。行了，你去吧。哎，师兄！哎呀，师傅，师兄还不得打死那家伙！师傅，师兄的路子您给指了，那我呢？师傅，师傅，你此生无望第9境。马车先行，只管往前。真没想到，小镇还藏着你这么一号人物。看来我们大黎的碟子真是废物。既然没有一见面就开打，不妨说说看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宋长靖，打过之后你要还活着，
自然知道答案。还成，力道上差点意思。大言不惭！让我看看你有多大本事！现在的力道够了吗？这几拳凑合，但也只是凑合。哎，收工了。是个大才，不过胜负已分，再打下去就是分生死了。我宋长靖征战一生，杀人无数。若见酣畅一战，不枉此生。来，接着打！可惜了。战神仙，杀天才，筑秦关。秋波，漫传青梦压星河，但又也绝无任何悲歌。小童坐静看山色，无闻有长歌，所以站路渔樵也归客。喝金山，走江河，
我知青山江河了，父亲为人故人知我了。洋洋心有抚慰歌，来歌呼啸我，声声所念来人皆可得。突遇到明月已忘情，问交会之意，借问人间知我成了有情。三尺瑶琴随过隙，四绝显了悲喜，孑然一身苍茫天地心。我宋长靖是大理武道第一人。你可是齐景春呐，是有望立教成祖的读书人。众生平等，没有人可以随便剥夺他人生死，更何况是6000人的生死轮回。你记住，君子可欺意其方。你在文庙里的那帮老头子脑子坏了吧？真当自己是泥塑木雕的死东西了。刘宪阳，刘宪阳，你不是掉钱眼里的财迷吗？怎么这么大方？全部的家当都要送出去。